想象一下，过去40年，经济像一列飞驰的火车，普通人只要跳上去，就能被带到财富的下一站。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日子越过越滋润，很多人稀里糊涂就成了中产阶级。但你有没有停下来想想，这些钱到底从哪来？更可怕的是，当火车减速甚至脱轨，你还能抓得住什么？这个视频，我们要扒开中产阶级的真相，一个被时代捧上云端，也可能被摔得粉碎的群体。信息量超大，干货满满，慢慢看，绝对让你醍醐灌顶。中产的财富到底从哪来？先说个扎心的事实，中产的财富大多不是你多努力、多聪明挣来的，而是时代塞给你的红利。过去几十年，3波大机会造就了中产的辉煌。一、全球贸易的制造红利。从2000年代初开始，全球贸易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机会喷涌而出。靠着庞大的人口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，制造业成了印钞机。工厂里流水线24小时轰鸣，生产服装、电子产品、玩具，这些货物漂洋过海，换回了真金白银。工厂老板赚得盆满钵满，普通工人也能拿到不错的工资。很多人就是靠着这波红利攒下了第一桶金。比如沿海地区的代工厂雇了成千上万的人，一个普通工人他是干几年就能存钱回家盖房。这波制造业的浪潮不仅养活了无数家庭，还拉动了上下游无数行业，物流、包装、原材料，哪个不赚钱？但别忘了，这波红利的本质是全球化的红利。发达国家需要廉价商品，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，双方一拍即合。可这种好日子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而是有条件的。2、房地产。再说房地产，从90年代末开始，城市化像按了快进键，农村人涌进城市，城市人忙着换大房，房子成了财富的魔法棒。开发商赚得脑满肠肥，炒房客一夜暴富，连普通人买套房都能看着房价蹭蹭往上涨。举个例子，2000年市中心一套房可能只要几十万，到了2015年翻了10倍都不止。房子不仅是住的地方，更是资产，是中产的入场券。很多人就是靠着早年买房，资产翻了几番，摇身一变成了中产。房地产的魔力在于它不仅是财富的放大器，还拉动了无数行业。建房子需要水泥、钢筋，装修需要家电、家具，银行放贷款，保险公司卖产品，哪个环节不赚钱？更别提地方政府，卖地收入像流水一样涌进来，支撑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。这波红利造就了无数中产家庭，也让买房成了全民信仰。3、服务业。别以为只有工厂和房子赚钱，服务业也赚得飞起。服务业是个大筐，装下了无数发财的机会。比如银行靠着房贷业务，利润年年创新高；电力、烟草、酒类企业靠着先富起来那群人的消费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还有体制内的单位、政府部门、医院、学校，工资稳得像铁饭碗，福利好得让人眼红。这些工作看着光鲜，其实本质是分蛋糕，蛋糕从哪来？还是制造业和房地产创造的财富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类服务业离普通人更近，比如互联网、餐饮、医美、教育培训。虽然竞争激烈，但也造就了不少神话。想想早年的互联网公司，哪个不是风光无限？一个程序员进个大厂，年薪几十万起步，期权一兑现，直接财务自由。餐饮行业也一样，开个连锁店，选对赛道，几年就能开豪车。医美、教育培训更不用说，抓住了中产的焦虑和消费欲望，钱哗哗的来。普通人只要搭上这些行业的顺风车，哪怕只是个小角色，也能分到一杯羹。总结一下，中产的财富公式是：
制造业加房地产加依附的服务业。具体表现呢？要么你在好单位拿着高薪，比如体制内大厂程序员，要么手里攥着几套房，资产翻倍，或者两者兼得。收入涨，资产涨，财富像吹气球一样膨胀，很多人就这样懵懵懂懂成了中产。但这气球真的结实吗？好日子到头了。如果时间能定格在20年前，日子该多美。可惜现实像个冷面杀手，专挑美梦下手。过去几年的变化像一记重拳，砸碎了中产的幻想。一、全球需求萎缩，饭碗不稳。过去制造业靠出口赚得盆满钵满，工厂订单多得干不完，工人加班到深夜，老板数钱数到手软。但现在风向变了，欧美国家开始减少对廉价商品的需求，原因复杂，有地缘博弈，发达国家想把产业链搬回本土，有经济考量，通胀高企，消费者捂紧了钱包，还有技术进步，自动化让劳动力成本不再是核心竞争力。结果呢？订单少了，工厂关门，工人失业。中小企业日子更难过，为了抢订单，价格战打得头破血流。举个例子，过去一件 T 恤卖10美元还有利润，现在降到5美元还得赔钱。与此同时，进口的原材料、农产品却因为全球通胀，价格飞涨。比如大豆、石油，价格翻倍，成本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简单说，生产的东西卖得越来越便宜，但买东西却越来越贵。收入缩水，开支暴涨，普通人能不慌吗？二、房地产崩盘。房地产曾是中产的命根子，但现在楼市彻底凉了。为什么？2点原因：人口红利消失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出生率断崖式下跌。过去城市每年有新市民涌入，买房需求旺盛，现在人口负增长，房子卖给谁？举个例子，很多2、3线城市楼盘空置率高达 30%， 鬼城不是笑话，是现实。购买力萎缩，收入下降，很多人连房贷都还不起，哪还有钱买房？过去月入1万敢贷100万，现在月入5000，银行都不敢批贷款。没有接盘侠，房价自然撑不住。曾经买房就赚的神话破灭，很多人发现手里的房子不仅涨不动，还可能变成负资产。比如郊区一套房2018年买时200万，现在挂牌150万都没人问。收入和资产双双缩水，中产的财富像漏气的气球，瘪得让人心慌。3、服务业跟着遭殃。制造业和房地产一倒，服务业也跟着凉。银行放出去的房贷收不回来，坏账堆积如山。体制内单位过去靠卖地收入发奖金，现在土地卖不动，财政吃紧，福利缩水。互联网、餐饮、教育培训这些行业更是哀鸿遍野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大厂裁员成了日常，程序员从年薪100万到996换温饱，餐饮店倒闭潮一波接一波，教育培训直接被政策按下暂停键。举个例子，过去一个培训机构教个英语班，年入100万轻轻松松，现在政策一变，机构关门，老师转行送外卖。服务业的中产过去靠着高薪和奖金日子过得滋润，现在降薪失业成了家常便饭，连稳定这个词都成了奢侈品。中产返贫的3件套。经济下行是大环境，但有些选择是中产自己给自己挖的坑。以下3件事堪称中产返贫3件套，看看你踩了几个雷。
一、全职家庭收入归零。全职主妇、主夫或者全职带娃，听着温馨，可能是财富的滑铁卢。分两种情况：被动全职，有些人中年被裁，成了职场耗材，在找工作，年龄是个坎；有些年轻人刚毕业，市场冷得像冰窖，压根没机会，只能待在家。家里少了一份收入，日子立马捉襟见肘。比如一个家庭，过去双职工月入2万，现在只剩一个人赚钱，月入1万，房贷、孩子开销压得喘不过气，怎么办？想尽办法增加收入，哪怕摆摊、做兼职、开网店，也比坐吃山空强。主动全职，有些人为了照顾家庭或孩子，主动辞职，这没问题，但得注意，全职不等于省钱。很多人发现，待在家时间多了，花钱更多，逛街、网购，给孩子报兴趣班，消费像流水。举个例子，过去上班忙，没时间花钱，现在闲下来，一个月网购就能花几千。解决办法：学会断舍离，砍掉不必要的开支，比如保姆费、培训费，能自己干的就自己干。时间多，也可以学点技能，比如做自媒体，考个证，为以后铺路。二、杠杆买房，压垮现金流。过去买房是刚需，不买怕被甩下车，房价涨得让人心动。现在呢，高位接盘的人，日子像在走钢丝，房贷像座大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尤其是那些加了杠杆借钱买房，一旦收入下降，断供的风险分分钟逼近。举个例子，2019年小夫妻月入3万，贷款买了套500万的房，月供1.5万，咬咬牙还能撑。现在丈夫被裁，月入只剩1万，房贷、车贷、生活费哪样不要钱？房子卖又卖不出，只能硬扛。建议是，还没买房的别急，量力而行，租房不丢人。已经高位买房的，咬牙坚持，熬过这几年，也许政策会松绑，经济回暖。最重要的是，别为了面子硬撑，学会接受少吃点也能活的现实。实在不行，卖掉一套房，换现金流，活下去最重要。三、教育内卷，钱花了效果微乎其微。中产最舍得花钱的地方，恐怕是教育。国际学校、奥数班、钢琴课、美术班，样样不落，钱砸下去像流水，一个孩子一年教育费10万起步。但现实呢？教育的回报越来越低。过去，考试是鲤鱼跃龙门的路，考上好大学就能进好单位，端铁饭碗。那是因为社会在扩张，财富在增长，体制内有蛋糕可分。举个例子，90年代，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就能进银行，工资福利秒杀同龄人。可现在，财富缩水，财政吃紧，体制内的性价比直线下降。别说普通大学，就算顶尖名校毕业，想进好单位，也得卷得头破血流。过去211就够了，现在非顶尖名校不看，门槛高得离谱，更别提国际学校了。花几百万送孩子出国，学费、生活费像无底洞。结果呢？孩子回来还是想找稳定工作。问题在于，体制内最看重服从性，而国际教育培养的是个性、自由。这就像让海鱼活在淡水里，孩子适应不了，家长钱也白花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家庭砸了200万送孩子读国际学校，出国留学，结果孩子回国后进不了体制内，又不想996，最后只能做自由职业，收入还不如父母当年的起点。教育最大的误区是以为卷就能赢。现在的卷，投入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。花几十万学钢琴，孩子未必成才，还可能厌学；花100万上国际学校，孩子未必适应体制内的规则。与其花钱买焦虑，不如让孩子学点真本事。比如运动，身体是本钱，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未来少花医药费。再比如沟通能力，职场里情商比智商更值钱，
还有财商，教孩子怎么管钱，比给他钱更重要。这些比奥数、钢琴有用多了。中产的出路在哪？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有点慌，甚至有点丧。别急，路不是没有，只是需要换个思路。以下几点可能是中产翻盘的关键：一、认清真相，打破路径依赖。中产的财富本质是时代给的红利，现在红利没了，靠老路子卷教育、买房投资、找铁饭碗已经行不通。别再幻想稳定工作或房价暴涨，接受现实才能找到新方向。举个例子，过去大家都觉得体制内是金饭碗，现在财政吃紧，体制内也在降薪裁员，性价比不如从前。与其死磕老路，不如抬头看看新机会。二、提升调用资源的能力。什么是阶层？不是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你能调动多少资源。真正的上层人靠的是被人喜欢和影响他人，他们朋友多，贵人多，能借势借力。比如一个创业者没钱没背景，但因为会说话会办事，拉来一堆投资，最后做成大生意。而中产呢，往往被内卷和听话困住，习惯了当工具人，忘了怎么主动连接资源。怎么破？从现在开始学会经营关系，多交朋友，帮别人解决问题，哪怕是举手之劳也能积累人脉。举个例子，帮同事改个简历，可能他以后会介绍客户给你；请朋友吃顿饭，可能他会给你指条路。时间长了，这些关系会变成你的杠杆，帮你打开新机会。别小看人脉，关键时刻他可能救你一命。三、投资自己，改变底层逻辑。中产的底色是听话和内卷，但上层的底色是主动和创造。想往上走，就得改变思维，别再等着领导给机会，主动去找机会。比如学一门新技能，编程、短视频剪辑、跨境电商，现在网上教程多的是，免费的都有。还有创业，别怕失败，从小做起，比如摆个地摊，卖点小吃，积累经验。四、降低预期，活在当下。经济下行期，保住现金流比什么都重要。别再追求中产面子，砍掉无效消费。比如奢侈品包包买了也涨不了价，孩子的培训班学了钢琴未必用得上，还有无意义的应酬，喝顿酒花几千，不如存下来应急。学会简单生活，少点欲望，多点安全感。五、学会逆向思维，危机也是机会。经济下行，大家都在抱怨，但危机里藏着机会。别人不敢做的时候，你敢迈一步，可能就是突破。比如投资新兴行业，绿色能源、人工智能，现在是风口，门槛没那么高。再比如抓住消费降级的商机，平价产品总有市场，开个平价小吃店，可能比高端餐厅更赚钱。关键是敢想敢干，别被恐惧绑架。六、重新定义成功，活出自我。中产的焦虑来自对成功的执念，好工作、多套房、孩子名校。但这些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也许健康的身体、和睦的家庭、自由的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。重新梳理人生目标，别被社会标准牵着走。中产阶级像水面上的浮萍，时代给你的，时代也能拿走。过去全球贸易、房地产、服务业造就了中产的辉煌，现在需求萎缩，楼市崩盘，经济下行，中产的财富像沙漏里的沙子，悄悄流走。收入和资产的双重打击让很多人措手不及。全职家庭、杠杆买房、教育内卷，这些选择可能加速了返贫的脚步。但这不是末日。认清真相，主动求变，你依然有翻盘的机会。别再做工具人，学会调用资源，投资自己，改变思维。时代变了，活法也得变。降低预期，活在当下，
逆向思维，抓住机会，重新定义成功，找回内心的平静。最重要的是，活出自己的节奏，别被焦虑绑架。你觉得呢？中产的未来，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，一起聊聊。也许你的经历能点亮别人的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